美国开了一个坏头啊，还想缓和关系，活该美国尴尬，都动武了，这次中国不接受。大家好，欢迎来到赵三眼观察室。除了美国媒体大肆渲染飞艇事件，近来美国官方也先后进行了几次表态。比如事发后第一天，五角大楼发言人声称美国政府发现并正在追踪一个与美国大陆上空飞行了数日的高空监视气球，同时呢又确定气球来自中国。再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得知此事之后，拉上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要击落气球。对此，尽管中方给出解释，声称受西风带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中国民用气象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但美方最终还是派出 F-22猛禽战斗机，用武力对其进行了击落。国际上类似的事情是常有发生不会对别国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发现怎么这次的处理方式就如此欠妥呢？显然不是美国采取的方式欠妥，是误入美国领空的是中国的无人飞艇。以美国如今对中国的敌意，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对付中国的机会。所以，即便飞艇属于民用，抵达美国也是受西风带的影响，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才导致的意外情况。但美国一些政客、媒体，甚至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在借题发挥，企图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对此，我国外交部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和抗议。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也提出了抗议，声称会保留对类似情况所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不难看出，美国通过武力击落中国无人飞艇已经激怒我国，而面对这种严重违背了国际惯例的行为，却还在击落飞艇后继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接受，也不会容忍。而值得一提，在美国击落飞艇之前中方还曾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期间中方强调，面对意外情况，双方都要保持冷静，及时沟通，避免误判，管控分歧。冷静、沟通、误判和分歧这几个词，实际上就是中方释放的明确信号，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件事。很显然，美国根本没听，而线下中国已经通过多个渠道提出了对美方这种做法的抗议。结果有意思的是，传言在这个时候，美国防长奥斯汀却紧急要求与中国的对话。按照五角大楼发言人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方面在击落无人飞艇后，对中国提出了两国国防部长进行通话的建议。而遗憾的是，中方拒绝了。另外还有传言，在中方拒绝通话之后拜登在一次记者会上声称对于击落中国的无人飞艇，中国会理解美国的立场，不会因此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传言是真，那拜登是有多自信呢？中方已经对无人飞艇误入其领空进行了澄清美方还是击落了，而这种滥用武力的行为，凭什么就认为我国会忍气吞声，继续露出微笑？寻求与中方的通话被中方直接回绝，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国很生气，无视中国的解释，把无人飞艇炒作成间谍气球，并直接给打下来。线下还想给中国解释，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不好意思，别没完没了了。中国不接受，从这个角度已经证明了中方的态度，生气的后果很严重。而基于此，拜登在中方拒绝通话后于记者会上说的那番话，不排除是想给五角大楼找回面子。然而这未免有点可笑，是美国开了一个坏头，现在觉得没有面子，觉得尴尬，也是活该。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